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18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，第3个训练日。今天会跑短一点，今天白天去京都转一圈。不出意外，今天会拍视频，如果去的地方都允许拍摄的话。又是熟悉的路口啊，去大阪城。明天就是深圳马拉松的日子了，是不是？要参赛的小伙伴兴奋不兴奋？但是其实跑了这么多年步，我到现在如果第2天参赛，我更多的也是紧张和有一些担心吧。因为毕竟42公里，半程马拉松，现在如果我参赛不担心，就全力冲下来就行了。虽然挺难受的，半程马拉松全力冲的话，大概到15公里就会开始比较累了。全程马拉松真的不敢说，就是没有谁可以保证比赛的过程是顺利的。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会被42公里的赛道放大。所以大家安全开心就好，不可能人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，或者是有最好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希望深圳马拉松是今年一个好的开始。无锡马拉松昨天也发短信了，我是有名额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肯定去不了了，我给退了。然后又说厦门是改到了4月2号，对吧？那得多热呀！小伙伴们要考虑一下，想冲成绩的话啊。但是你说想体验马拉松，厦门的赛道挺美的，真的挺美的。今天聊聊比赛的事儿，然后聊聊东京马拉松。东京马拉松昨天出了运动员手册和号码，一会儿咱换个视角聊聊马拉松。开始微微的下雨了啊！看，即将日出的东方。周末这儿跑步的人多，开始掉点儿了，我以为是出汗呢，刚才。今天去京都的清水寺转一圈，上次去还是2015年呢，特别的有意思，也差不多是这个季节。那年还在京都赶上了大雪，我记得在2条城上。东京马拉松昨天发来了邮件号码和运动员手册。我是 C 区出发，但是它的 A 区和 B 区要比北京马拉松小很多。为什么是 C 区呢？是因为我的名额是这么来的，是2020年好像参加东京的线上半程马拉松。是要花钱的那种，好像是1700日元的报名费吧，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将近100块。那天是1小时20左右跑了一个半马，但是他不按那个成绩啊，他就是抽签，所有完赛的人抽签给名额，我就获得了2021年东京马拉松的名额。然后之后就是因为防疫嘛，这边也是就没有海外选手，大家记得那一年都是专业选手，就没有大众选手的。之后他们就好像就取消了2022年的东京马拉松，把2021年的东京马拉松放在了2022年举办，所以2022年
所有的标语和文案都写的是2021东京马拉松，特别绕哈。而所有2021年的这些人的名额，就包括我这种，就都顺延到了2023年。其实今年还可以顺延到明年的，如果您来不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其实是没有成绩的，只有在报名的时候填了一个我预估的我能完赛的成绩。所以更印证了我那个逻辑啊，这次东京马拉松娱乐为主，早点去，在东京转转，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。虽然筑地市场内场已经搬走了，但是外场那个牛杂饭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有一个小问题就是，这边也跟北京一样，就是要健康申报，然后还要抗原的结果申报，要带手机入场。你这有点尴尬，我能放手机的短的跑步的裤子都没带过来，所以只能给它存了。虽然人家也说贵重物品不要存，但是没办法。所以真的就纯娱乐了，而且大家看我也没有很系统的去备赛，就正常的训练的，也没有太严格控制体重，就跑一个 BQ 以内的成绩。这样的话，想去波士顿随时可以去，哪年想去都可以，就每年跑一个3小时以内的成绩就行。所以还是那句话吧，6大满贯里波士顿最容易，其实对于有成绩的选手，因为你不用抽签儿。当然，如果跑进2小时45的成绩，柏林也可以直通，其他的都是本地居民才行。回头看看日本这边有没有路跑协会，可以注册一个，这样有积分，可能到时候这些比赛就容易参加报名。还想有机会去跑一次京都的马拉松。说说比赛的事儿啊，排空这个事儿不多说啊，因为这事儿毕竟我想过说，但是老觉得怪怪的。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扰吧，因为生物钟打乱了嘛，对吧？而且不是很多人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排空的。我是因为一直有这习惯而已。我们超这辆车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是专业教练也这么说过，就可以用药物辅助一次。但是如果是明天的比赛，你以前从来没用过的话，就不建议了，万一出问题。不推荐那个泻液，就是番泻液。那个副作用比较大，就是那个如果你吃完了以后，不是一次排空就能解决的，就是你会肚子疼，至少我是啊。当然还是大家可以赛前找机会试。我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会用那个，就是特早还是2015年来日本买过的那种，就是粉颜色特别小的药片，它商品标注是2粒，我就吃1粒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比较的简单。而且还要注意吃的时间，就是你不能按照他那个平常的晚餐时间吃，或者睡觉时间吃，因为昨天说了，你要早起，你至少要比平常的作息早起3到4个小时。我一般比赛日都是3点之前就起来了。你要是按照正常的作息吃，等他有反应的时候，已经开始起跑了。
然后还有个小的经验就是，起来就先上厕所，甭管能到什么程度。然后呢，吃饭，吃完饭呢，可以如果天气好，可以下楼走2圈，回来再上厕所，然后休息，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出发之前再上一个厕所就行了，一般不会有问题。就是药物可以辅助，但是不建议用劲儿特大的，最好提前试一试，找一天。不成熟的小经验啊。至于小便的话，反正是个挺头疼的事儿，因为马拉松比赛都不会太热的天气，然后穿的又少，本来一凉就可能容易想上厕所。比赛区域的厕所呢，排队还是很严重的，对吧？这儿说个不雅的事儿，不合适的事儿，就是您如果是男性精英，想冲成绩，也是专业教练告诉我的啊，他带一个，比方说大一点的饮料瓶，然后一次性雨衣遮挡着，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最好还是不要，毕竟可能不是太合规吧。普通人还是安安心心的去排队去卫生间就行了。我在比赛过程中上过厕所。北京马拉松2017年、2016年破4那年，在过了半程的时候，在那个卫星桥那儿去了个洗手间，小便啊。那年是3小时59分40多，特别惊险。但是那个都是抽着筋儿跑完最后那1-2公里、2-3公里。其他的比赛就没有过了。遇到任何这方面的问题，别慌，或者说顺其自然吧。因为人毕竟他是生物，没办法。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，你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尽善尽美。不光是比赛啊，什么事儿都是。这次东京争取努力多拍摄，然后如果有参赛的小伙伴或者在赛道周围的小伙伴，他们可以偶遇啊。2016年去跑东京马拉松的时候，参赛包里还附送了一个就是在台场那个温泉的券，当时没去，因为时间不允许了。这次不知道还有没有。ASICS 会出东京马拉松配色的鞋，但是不会买了。最近看 Vaporfly 第3代是不是？这边还没有上市啊，这边好像是3月份。那个应该会买。像这次比赛的策略就是，我的计划是3小时以内，一切看情况。东京马拉松一开始跑到歌舞伎町之前，基本上都是下坡为居多。今天得给组委会写个邮件问问，就是检查手机那个健康申报那个事儿，是不是可以像北京那样，就是在门口给他看一下，就给家属，我就不带手机进去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只能再辛苦家属一趟。从2021年北京的半程马拉松开始，都是家属帮忙，
那时候就不带手机了，都是家属跟着去。早上起来，包括把手机拿回来，包括你们看到的副中心那场也是。感谢家属啊，只有一次没有，去年的北马家属不在，我老娘跟着我早上起来去的天安门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搬到郊区了，太远。前2天我就住到城里，住到老娘那儿去了。早上起来，我俩很少有这种能跟着儿子或者女儿去体验一次，马拉松之前的天安门广场，还有前门楼，是不是？我们俩跟着那个人流往前走，还是挺有感觉的。哎，这一圈下来，天亮了哈，店也差不多了。今天咱们闲聊，明天还是回评论啊。哎，2月18号星期六清晨6点57，今天早上训练结束，跑了14公里，1小时04，平均配速4分35，心率145，步频202，功率221。第3个训练日啊，今天跑得少，出来得相对早一些，抓紧完工，回家把视频发了以后就出发了。从我这儿坐地铁到大阪站，从大阪站直接到京都站就吃。还没想好中午吃什么啊？去京都站那条拉面街去吃。这次到那儿以后，1次拉面还没吃过，吃过2次乌冬。你看这个连廊会对这个声音特别的聚集，就是边上车一过就特别吵。我们走到这条小路，刚才不知道说到哪儿没电了啊。总之就是今天的饮食一定要清淡，能不吃肉今天就不吃肉了，没有用的。今天再吃过多蛋白质，今天就是碳水、糖，还有多喝水，吃蔬菜，吃这个可以吃富含纤维多一点的蔬菜，便于你明天早晨的赛前的排空。明天早上起来一定不要吃高纤维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一定最好不要吃豆类食品和奶，因为第一，豆类食品可能会胀气，然后奶呢，有些人其实是有轻微的乳糖不耐受的，可能您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了，然后饮食节奏一改变，再加上明天早上起来你肯定比平常外出穿的少嘛，会凉一些，可能一刺激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吧。像豆浆什么的最好就不喝，明天早上起来就是糖水或者是电解质类的饮料吧就行了。然后可以稍微吃的咸一点，但是不要太多，因为你吃太咸了以后，你身体可能会水肿。我们需要达到的是一个糖和水在身体里有一个水合的状态，这样就对了。如果你明天早上起来上秤，比你正常早上起来上秤沉大概1到2斤，1斤多一点就特别合适，说明就行了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马拉松最后这点事儿，行吧？我就回家吃饭剪片子，然后咱们还是明天回评论啊，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弹幕和评论。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祝明天参赛的小伙伴们能顺利的、平安的、快乐的完赛，能够最大的程度的实现您的目标。明天早上我也晨跑，咱们隔空吧，好吗？加油干，明儿见。